Hello，大家好，我是一个专注图形动画设计的，大家可以叫我宝哥，我比较喜欢研究一些动态图形领域方面的东西。今天我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用这个声音效果器做一些效果的时候，大家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好吧？因为这个我用了十几年，然后我也是比较少用这个东西，然后我就呃今天做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可能大家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可能是这个最近的几个版本更新的一个东西，可能我没留意到但是我相信对于一些经验不是很丰富的人来说，我是可以稍微讲解一下这个就是我所遇到的这个问题，我相信不少人都会遇到的。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今天演示一下用这个声音效果去做一个音频动画，好吧？我们先用一个立方体，立方体我们缩放一下啊，我们让它成条状，好吧？就这样一个像一个音符点一样啊，就这样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然后我们把它线性克隆，我们在Y 轴取消，我们在 S 轴上，对吧？我们克隆稍微多一点点，就这样，让它移到中间来，就这样。然后我们选择这个克隆，然后我们选择这个声音效果器啊，在这个在这里面有一个叫做 Sound， 对吧？Sound 它有一个像这个像我们这个演示的这种音频一样的，我点选一下它，它弹出来啊。注意我们在这个添加里面它就有一个 Sound。然后我要说的问题就是今天要说的一个问题是，这里它这里读取以前的话我们直接这里搂，对吧？我们直接读取没什么问题。我们这有个音频，我们读取它，然后呢，读取以后呢，它这里没有一个绝对路径，我们是有个路径的嘛，对吧？我那个是有个路径的，在我的电脑里面的什么，假设你是 D 盘什么文件夹，那些像绝对路径它这里你看到没有？它这里是没有了。它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就发现了，它这里是在时间轴，我点选一下这里，它这里在时间轨道上面了。它这里，它有一个，你看到没有？它在我这个教程剪辑什么在这个音频它有一个路径，对吧？它在这里面不是在这里面。以前我记得是在这里面就会给你一个绝对路径是在这里。然后这是一个点，它是在这里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里面去偏移这个时间简单的这个去偏移什么之类的这里都可以实现就在这里，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假设我在这里面再复制多一个，对吧？看到没有？复制多一个的情况下，它现在出现了两个轨道，发现没有？两个音频轨道。这个时候呢，这个音频就会叠加，什么意思？就是这个音频会爆。本来它这个一个的话，它这里我们把这个关掉一个，我们播放一下，它这个音把这个时间把它拉长一点，我们改成500。它一个它是 OK 的，对吧？我如果是把这个打开，发现没有？这音频很明显就是叠加了，它双层音轨就过爆了，对吧？当然这个不影响我们，只是那个叫什么？我们这里是动画编辑嘛，但是你会就是需要知道是什么原因，对吧？那我们知道这个原因了，那有一个办法就是这个它其实不需要的，我们可以直接把它 delete 掉，按住 Ctrl 我们把它删除，对吧？它这轨道上面它就不会有了。然后呢，我们这里它现在是复制的这个呢，它这里是没有的，我们直接可以把这个音频的这个不是这个选择，我要选中这个轨道里面的这个音乐，
对吧？我们把它选中，把它拖拽上来，然后它这个是共享，这两个效果器它用的是同一个轨道里面的这一个音频，对吧？它就不会是两个分开的。然后我们这里去就是我们去制作的时候啊，这个就很难受，你这个两个音爆了什么之类的，然后还会延迟啊那种奇奇怪怪的这个东西，好吧？这是一个。反正就是你复制以后，你这里一定要观察你这个时间线啊，这里反正出问题就是在这里啊，在这里效果器里面，你可以把它拖拽下来啊，这里面这个用的都是同一个，它所以没有，反正你出现问题，你去检查这个时间轨道就没错了，好吧？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然后呢，就是再说一下，就是这个动态制作啊，我想简单的就是说一下，如果是你要做一些音频的一些效果，然后我们把这个关掉一个，我们不要位置，我们做一个缩放，我们在 Y 轴上面做一个缩放，我们来看一下，它现在在播放，对吧？因为它在这里面我把它关掉了。它都是很统一的在那里动，对吧？当然你这里可以有一个就是采样的选集，就是你想要采样是在哪一个范围内你可以去采样它，这是一个，对吧？但是你出现的这个东西呢，它还是很规整的。然后你当然可以用这里面的这个 average 平均，或者是这里面的 stat， 对吧 ？stat。然后你可以去调整一下这个stat 这里面的这个。假设你觉得还不够随机，对吧？你还想更随机一点，那么就是需要这里是有一个就是小知识点了，这里它克隆这里有一个叫 index 的，叫索引的，不是索引。我们要看那个位权重值它现在都是一样的。然后呢，我们就是20之后呢，它不是更新了就是增加了域的这个概念嘛，对吧？如果是以前的话，20以前我们可以直接通过随机效果器，对吧？随机效果器里面我们把这个随机值的这个权重随机。我们把它打开，它现在不就是有不同颜色的，就是分配权重嘛。然后我们把这个注意啊，一定要是权重随机先在上面，然后再效果器。但是呢，在20里面之后呢，你这种方式你就不起作用了你要让它起跟20以前那种方式的话，你必须要在这个效果器里面，然后我们再在这个域里面把这个克隆影响的，我们把它丢进去，然后用 MoGraph 这个物体，然后它就有了。现在这个情况下，它是固定，它都是固定的嘛，我们甚至是可以让它是，让它去做动画的。Turbulence 或者是随机 Turbulence， 它在那里动，对吧？我用 Index 让它动得更厉害一点。这个时候它就是音频呢，它就是比较随机了，对吧？我们可以来对比一下我们这里是没有的时候。它现在是有，对吧？这是一个，然后我们再打开另外一个，我们把这个也给过去。我们这个不要位置，我们用这个 scale， 这个也是很随机的，对吧？这个，然后我们想用这个音频呢，是通过不一样的，我们用这个。就是达到某一个峰值的时候，它才会启动，就不是一直都有的样子。我也可以让它采样，
应该是用这个，step， 这个 step。我第一个用的是第一个也是 step 应该不是 step， 我们用这个 pip， 就是让它触碰到的时候，对吧？它就不是一直在那里动，达到了这个峰值的这个范围，它才会触发，然后就这样。然后我们把这个数值，它触发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数值高一点，对吧？它现在就是很平均嘛，它就触发，但是我们想要它有一点点这个，它甚至这里还有一个叫什么 delay 的延迟的，它就不会那么抽搐。好了，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随机域我们把这个域的随机也指定过来。我们把两个打开，我们都是通过这个随机，当然我们可以两个不一样的。我们把这个音乐再偏移一下，在这里面它可以。它这里偏移播放停止，我们在这里编辑，我选中这个，它这里不是有个偏移吗？我们这里 start offset， 我们可以把它偏移，我们选择后面的一段，我们再播放看看。把这个位权重把它关掉。然后呢，如果是你想把这个音乐就是只是在这个底部这样子做一个，不要是上下都要的话，那就是需要去设置你这个物体的这个中心点啊，就是这个是基本的一个，我们把这个放一个空物体，然后我们把这个 box 放到它上面来，就是说我们的中心点是在这里的底部，然后它呢，你去做缩放的时候呢，它才会沿着这个中心点去这样子去上下的去跳动跳跃，对吧？它现在是不是就是锁定在这里底部了？我们这个可以不要让它那么夸张。好了，那个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相信这个东西对大家肯定是有一定帮助的啊，毕竟这个是我自己稍微去研究过啊，当然是有我自己一个很主观的一个因素大家可以借鉴一下。好了，我们下次再见，拜拜。